全新的华为 P50 Pocket 和华为 P50 的关系，就像苹果 AirPods Pro 和 AirPods 一样，毫无关系。我们拿到的是流光金的艺术家定制款，从外包装盒到手机背盖的纹理，真是一脉相传啊！外屏和玻璃以及其纹理之间真是无缝衔接的，手机折叠后也可以无缝贴合，从内到外无一不显示出这是一款定位高端女性的产品。手机展开后，上下边框相同，左右边框也相同。内部呢是一块屏幕比例21:1:9，443 ppi 内转排列的120赫兹高刷屏幕。考虑到轻薄的机身和折叠屏的设计呢，整机没有做过多的散热设计，马达呢也变成了 Z 轴线型。手机上下部分的重量呀，也做到了几乎相同，不会有沉头的感觉。关于到底是不是 2K， 屏幕是玻璃呢，还是塑料呢？这次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蹭热度了。是不过多的赘述和讨论了，我们更想知道手机的铰链到底好不好用，荧光拍照到底是什么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作为定位明确的产品呢，我们女生的感受是怎样的呢？首先是悬停问题啊，网上有很多关于华为 P50 Pocket 是否有悬停设计的讨论，那我们一一去复现他们的说法。首先的一个说法是几乎没有悬停，确实在手机刚刚使用的时候，无论是大于90度还是小于90度，悬停效果都很差，特别是当大于90度时，基本上就是挺不住就平直了，小于90度也够悬。接着另一个声音，用一段时间就有悬停了，重度使用大概2小时后，它就可以在多个位置、多种角度实现悬停，悬停效果还挺好。这似乎和大家的说法是一样的。但是在展开放置一晚上后，再次折叠又回到没有悬停的感觉，重复之前的操作就又有了。其实从我们的体验啊和悬停的表现就看得出，华为 P50 Pocket 这次是没有有意做任意角度悬停的。悬停是因为硬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，只有在90度的时候能立住，并在此基础上呢对相机进行了适配。这款折叠屏的另外一个亮点呢，就是水滴铰链，这个我们还挺熟悉的，最近的 OPPO Find N 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。那它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通过增大折痕的宽度去减少折痕的深度，让折痕在肉眼观看时呢更加细微，特别是在日常观看的角度，几乎就可以忽略掉折痕。水滴铰链还可以做到折叠后成屏，没有或者极少的缝隙，让手机的整体性和高级感更强，但又做到折痕小，折叠后成屏就需要做到整体厚度一致，无法像楔形铰链一样做到单侧持握轻薄。对于这款手机的体验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位叫张小妹的同学进行分享，掌声欢迎。哎，是我自己。我觉得呀，这个包装看起来很精致又很高级，尤其是外面的镂空设计还蛮特别的。手机拿起来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，能够很明显的感到纹理的质感。那这个流光的金色呢，还会随着环境的色温的变化反射出不一样的金色。背后类似羽毛的纹理呢，和我们做的一些美甲的纹理有点像。当然我今天也没有做，就是如果不沾指纹的话就更好了。打开后折痕也不会很明显，相反的话，更长的屏幕在刷微博呀、微信呀、某宝等 APP 时会显示更多的信息。那我再讲讲自拍方面啊 ，Pocket 的自拍相比我之前用的 iPhone， 确实我更喜欢一点。另外，防晒也是皮肤保养的一部分，配合超广谱的补光灯、UV 防晒检测的加入，让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防晒有没有做好，除非我懒图。在功能体验方面，软件启动速度很快，软件加载流畅度也很高，但是不对称的扬声器确实是一个遗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这款手机，我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呢？作为华为第一款上下折屏手机，首先啊，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内置，从启动到滑动来说，都有吸引我的点。那如果你会考虑购买折叠屏手机，上下折肯定比左右折更容易上手，并且是精致小巧的。作为一个工具呢，它可以无缝衔接你之前的手机。那作为一个装饰品，金色的涟漪纹理合上之后类似气垫的外观，都让它在移动的手机产品中更加懂我啦，爱了爱了。优质的拍照体验和防晒检测的加入，让我对它更加爱不释手。或许上下折才是更适合我们女生的折叠屏手机。拜拜。感谢张同学精彩的分享啊！相信大家对于这款手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了。但其中还有一个其他手机没有见过的东西——荧光拍摄。至于什么防晒检测呀、验超啊、大白于天下的隐形字呀之类的，我们一概不谈。我们想讲清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影像？超光谱能拍摄出来的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某种常温物质经紫外线或 X 射线照射时会吸收光能后进入激发态，并且立即退激发并发出出射光。通常呢，波长比入射光的
波长长，处在可见光的波段。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，可见光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光，这是从人类角度下的定义。但是有些花的花粉和叶子在紫外光谱的照射下，反射的颜色与可见光不同，也就是所谓的荧光色。当选择荧光拍摄进行拍照的时候，手机会打开超光谱的补光灯来照射物体，这时候遮蔽超光谱摄像头取景器依旧可以显示荧光效果。我们可以确定它调用的是主摄拍照。依据这个原理呢，我们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医院同款 15W 双层滤镜阻隔干扰光，总价值高达16.9元的荧光灯进行对比测试。能看出来了吗？哪一个是 Pocket 荧光拍摄的，哪一个又是荧光灯照射拍的呢？公布答案。右边的这些都是 P50 Pocket 荧光摄影拍摄的。实际表现方面呢，高亮的外置荧光灯会有更强的荧光表现，主要原因是拍摄时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的，荧光灯可以照亮更多的场景，就起到了作弊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荧光灯这样的效果，你需要这样拍摄。而 Pocket 自带的超光谱灯光，你可以轻松拍摄出荧光效果。当然，这颗超光谱摄像头绝对不是装饰或者说是战术镜头，在防晒检测时，如果不调用这颗摄像头是无法检测出来的，必须得用荧光灯也不行。目前折叠屏手机的形态有左右竖折和上下横折两种。左右折是延续了 Pad 的交互方式，但受到安卓这边的生态，只能依赖手机厂商对系统的体验进行优化，才有比较好的体验。而且用户的学习成本也比较高。而上下的方式呢，则是沿用了原有手机的交互方式，上手即用，没有额外的学习成本。说到这款手机本身作为定位高端女性的设计，这类人群会对配置和性能相对没有那么敏感，所以大家在选择时需要关注的是 P50 Pocket 的续航表现。我们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轻度使用1天刚刚好，并且需要权衡一下自己是否需要5G 网络。由于手机没有采用过多的散热设计，搭载888的手机也无法发挥很好的性能，所以如果你是重度的游戏玩家是不合适你的。当然，这款手机对于华为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面对高端用户群体像苹果生态的流失，华为需要做出一些代表性的高端产品去投入市场，来留住更多的用户。正如华为自己表示的，我们期待着2023年的王者归来，华为现在依旧是有能力做出高端产品的。